大家好，这节课呀，我们做一个翠鸟的这样一个延伸的这样一个练习那么其实我们上节课以及上上节课都已经把这个翠鸟的结构形态都已经解剖的非常清晰了包括写意的画法，我们其实也已经掌握的很清晰了。那么在今天呢，再做一个延伸的这样一个训练。你比方说上节课我们主要以这个蓝色翠鸟为主，那其实呢，翠鸟它不仅是蓝色呀，它是以蓝色和绿色这两种颜色的翠鸟为主，对不对？有蓝色的，有绿色的，主要是呢以这两种颜色为主。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今天这节课呢，主要就是给大家呀，把这个翠鸟呢，实际上不仅是有课上节课那种画法，它还有更多的画法可以出现它这个翠鸟的画法呢，是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这种画法出现的。那么我们做一个在深层次的，我们再去给大家示范讲解一下这个翠鸟。那这个我们还是一样其实我们这个学习的方法和规律是什么呢？学习的方法呀，并不是说让大家去掌握，就是说根据老师的一笔一画去学，而是说呢，这个学习方法呀，写意花鸟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说。第一，我们要临摹，对不对？临摹古人的用笔用墨呀，包括老师的用笔用墨，以及老师领着大家分析的这些结构，对不对怎么去学呢？先分析结构，然后呢，再干嘛？分析完结构之后，再用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再去刻画它，再去表现它然后呢，还有一个学习方法，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较暗的一种学习方法，就是说呢，就是藏起来的一种学习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学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怎么办呢？一是学古人师法古人；第二呢，就是师法自然。我们要学习大自然当中这些好你像我们怎么学怎么学到这种学习方法？那这种学习方法呢，我和大家就直接明说，我们就是通过观察自然了解自然，然后呢再去刻画自然。刻画自然的时候呢，要有所取舍的去刻画要有所取舍的去刻画，然后呢，可以对自然界产生变动可以对自然界产生变动，可以夸张可以弱化，这些都是允许的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写意手法当中所允许的。花朵是这样，动物呢，同样如此。那么我们这节课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翠鸟，这个绿色翠鸟我们怎么画。各种各样的动态的翠鸟怎么画？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在画的时候呢，除了临摹一些古人一些作品，比方说雪涛先生的呀，这个齐白石老人的，对不对就是除了临摹他们的一些作品之外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师法自然我们要师法自然。那怎么画呢？对不对？其实上节课的话，老师也是给大家进行了这个示范讲解也是给大家进行了示范讲解。那么这节课呀，老师再给大家深层次的再给大家讲一下绿色的翠鸟怎么画。然后呢，画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取舍了可以更深层次取舍，就是说不仅是它对照着它这些画可以进行取舍，比方说它这个羽毛，对不对？它的这个它是有1层、2层、3层、4层这个羽毛，我们在画的时候呢，画2层就够了，1层、2层这个翅尖这块，1层、2层翅尖就够。然后呢，这就是有所取舍。我们需要画成这么多吗？需要画成1、2、3、4这4层吗？不需要的。我们在写意手法当中呢，画2层就行，甚至呢有时候我们画1层就够了这就是写意的写意画当中的取舍，包括这些，对不对？包括这些这个大家看一下包括这些实际上呢，它是有1层这个羽毛，对不对？2层长长的这个飞羽，实际上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可以有所取舍的不一定都要画上去，可以只画外边这个大的，外面这个大的这么长，我们可以画的稍微短一点，这些都是允许的这些都是允许的，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变化。然后呢，老师就给大家来示范一个这个翠鸟的画法来示范一个翠鸟的画法。比方说，我们就照着这个动态，对吧？照着这个动态，我们去画它我们照着这个动态去画一下。
就是真东西是很多的嘛，比方说我们网上搜的一些图片，这个是非常好搜到的。包括如果说大家如果说啊有能力养翠鸟的话，那更是这样，对不对？那这个很好观察到各个角度，我们去拍摄一下，非常好记录下来。这是大自然啊，非常变化多端的。我们不仅仅是能干嘛呢？不仅能临摹古人的作品，而且呢能写生，这个是为我们之后的创作呢，要打基础的。不仅是能临摹，而且呢我们写生也是没有问题的。根据它的动态啊，可以进行去刻画它，也可以进行简单的变化。那画的时候呢，怎么画？我和大家说一下啊，怎么画呢？这个可以先从它嘴巴开始画，也可以先从它翅膀开始画。比方说，我们先从嘴巴开始画。嘴巴画的时候呢，注意这种用笔用墨。中国画讲究什么呢？用笔的提暗变化，用笔的深浅，干湿浓淡，提暗聚散，对不对？要注意这些变化。那我们画的时候呢，可以从这个嘴巴这块开始画呀。怎么个提暗变化呢？这是老师总结出来的规律啊，就是说嘴尖上啊是按下去的，按下去，提起来啊，按下去，提起来，这个地方是按，这个地方是提，然后再往后边走，这个地方也是按，慢慢的提起笔来啊，按提按提，这个地方也是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实际上呢，对吧？实际上啊，它就是这样，这边粗一点，这边细一点啊，这边粗一点，这边细一点。嘴唇的中线这个地方，中线偏长，两侧的偏短啊，上边这个嘴唇靠前，下边这个嘴唇啊稍微靠后一点，这是它的基本形态。但是也不要画的太靠后啊，适中，感觉一定要有，就是大家的一个审美，一个感觉，慢慢一定要自己建立起来，自己一定要慢慢建立起来。然后呢，你像这个地方眼睛怎么画呢？画好嘴巴之后，我们开始画它眼睛。眼睛怎么画呢？眼睛不要画成一个球形，画成一个圆形就太不好看了。然后怎么画呢？怎么把这个小翠鸟画的精神一些？从这个地方画上它一个，也是按下去，提起笔来，画上像一个小眉毛一样的感觉，像我们人类的一个小眉毛一样感觉，稍微平一点的。这个地方呢，按下去，下边是一个弧形啊，可以感受到吗？下边是一个弧形，上边啊偏直，下边偏圆，这就是有方有圆。这个小鸟眼睛它就显得精神了。点上它的小眼球，点上它的小眼球，眼球也是不要点在正中间啊，点的时候呢，点在靠上啊，左上右上，左下右下这个位置。点在正中间，它是呆板的啊，它是不生动的。画上这个，它周围这些黑色的这些小羽毛啊，仔细观察，对不对？它这个眼睛啊和周围是融为一体的啊，是融为一体的。然后再接着怎么画呢？再接着呀，我们往后画啊，往后画，画上它的这个，画上它的这个头顶啊，画上它的头顶的这个羽毛。画上它头顶的羽毛，这个就好比是它眼睛上面是什么？眼睛上面是额头、眉毛、头发，对不对？这个是它的头顶，这个是它的头顶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呢，是它的小脖颈处啊，小脖颈处。然后它这个原作的话呢，我们发现它这个原作其实处理的是非常的复杂的。你像这些地方还有一些墨色，还有一些黑色的羽毛，对不对？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像这些地方可以有所取舍，就是不要画的那么太详细。你像这些地方，我觉得画上去之后会破坏整个画面效果。那这些地方我就把它省去了，把它画成什么颜色呢？看这个地方有一块白色的羽毛，对不对？我把这个小脖子这个地方啊，统统的给它变化成什么呢？变化成白色的羽毛，统统的把它变化成白色的羽毛。这样的话呢，它这一小块啊，显得会更精神，它就有了一个对比变化，上面绿色，下面呢白色，它就显得精神了。这小鸟它就显得比真实的生活当中这个还精神还好看。这就是中国画的啊，创作的时候它的一些小的规律性可以有所取舍，可以有所变化。包括它的背部，它的背部是非常圆润的，
那我们讲究什么呢？讲究这个中国画讲究什么呢？讲究这个方啊，方圆也要有变化。它太圆了，可以看到吗？它这个地方太圆了，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方一点。这个地方转折，对不对？它是圆的，我们转的时候呢，稍微的方一点。大家看一下，哎，用这个干笔把这个地方啊，它是圆过去的，我们画的时候呢，方一点啊，方过去，稍微的方一点，这样画出来之后，是不是比这个动感更强啊？比这个动态动势更强烈呢？对不对？更加好看了啊，更加好看了，更加有趣了，对不对？这就是中国画可以有所取舍，可以有所变化。哎，然后怎么办呢？然后接着往后画，画哪儿呢？画上它的这个翅尖。翅尖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有1、2、3啊，3层，3到4层的。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仅需要画什么呢？仅需要画上它的2层结构就可以。1笔啊，2笔、3笔、4笔、5笔、6笔、7笔，哎，就这是一层的羽毛。如果说再想加1层，有时候也够。你说我画1层行吗？我画1层代表它的翅尖可以吗？没问题啊，这也是中国画，可以这样极简的概括它，没有问题的。有些同学说，老师，我觉得还是画的更复杂一点，好像更好看。我想要画小写意的，偏小写意的，画的更细一点，没有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2级的，再加上2级的，再加上最长的这个飞鱼啊就可以了。这个1、2、3、4、5、6，笔笔清晰啊，笔笔清晰。然后呢，不要有些同学画的时候呢就乱了嘛，画好多笔，然后画的笔触越多，反而越不好看。笔笔清晰，小的最大的越来越小啊。这个呢是外边最长，然后呢里边越来越小。这就是它的一些基本的规律。我们在画翠鸟是这样，其实在画其他小鸟的时候呢，也可以找到这种规律。这个地方呢，它没有露出那边的翅膀，对不对？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加上它的小翅尖，可以看到吗？稍微加上它的小翅尖，这样在画出来之后，是不是比这个真实的小鸟更加生动了呢？加上一点小翅尖，那边翅膀也飞着一点点，也即将起飞的这样一个动态，是不是就更加好看了呢？这就是中国画可以变的啊，对景写生，对景临摹，并不是说照着那个去照抄啊。临摹的时候呢，也是不是说大家去临老师的，也并不是说每一笔和老师画的一样就最好，而是说呢，学到这种方法规律之后啊，大家呢可以自行去写生，可以自行去创作的啊，这样呢才是真正的学会了中国画，才是真正的学会了这个学习的方法。然后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可以找一支毛笔找一支毛笔，调一下朱标色，这个是朱标色，然后呢再调一个曙红颜色，朱标加曙红，画上它的小肚皮的颜色，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就是一个提按变化，非常简单，我们把它刻画出来，那就是一个提按的变化。这个地方呢，就是按下去提起来，对不对？按下去提起来，这个弧线是非常优美的，这个弧线是非常优美的。再画上它的大腿的位置再画上它的大腿的位置。然后呢，我们再找一根，毛笔，怎么画呢？这个时候其实你像通常情况下呢，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调其他的颜色了。然后呢，大家画的时候呢，可以教给大家，就是画的再细致一下，可以干嘛呢？可以调一个可以调一个这个赭石色，还有呢3绿色。你像这些地方头顶的位置，有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朱标色直接去画，或者是呢你说如果说想画的再变化更多一点怎么办呢？调赭石调赭石，笔尖上调一点点墨色，把这个头顶给它走一走，打一个底色，
这个赭石打完底色之后再上三绿，它就显得好看，就显得生动。和直接上三绿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直接上三绿，直接上三青，容易显得俗气。简单的，哪怕是淡淡的画上一层，画完之后的效果呀，那都不一样。画好这个之后呢，你像翅尖上怎么办呢？翅尖上啊，可以调点这个赭石色，简单的也这样点它一下啊，也可以丰富它一下，对吧？可以简单的丰富它一下，最后呢，调这个三绿色啊，调三绿色。三绿色调的时候呢，是笔尖上调三绿啊，笔尖上调三绿，然后呢，顺势还是一笔画下来啊，实际上是重复之前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呢，并没有完全盖住，对吧？并没有完全盖住，这个就是用什么呢？用三绿啊，用的三绿去画，有了一定的背景色，背景色是什么呢？赭墨色。上面再覆盖这个三绿色啊，或者是再覆盖这个三青啊、头青啊什么的都可以。覆盖什么颜色？它覆盖之后呢，这个颜色它不浮躁啊，它是稳的，它非常稳的一个颜色，就非常漂亮，对不对？就非常漂亮了。在之后啊，还能用到什么颜色呢？还能用到太白色，还可以用到胭脂颜色。像这一只小翠鸟的话呢，这个用的颜色还不少，是不是？就是像这些颜色呀，有时候呢也可以去互换的，并不是说必须要用这些颜色，可以有所变化啊，可以有所调整的。然后呢，我们怎么画呢？比方说啊，我们可以调一个。这个笔上的脏颜色啊涮掉，涮掉之后啊，这个调一个什么颜色呢？调一个这个藤黄色啊，再来一点点藤黄颜色，画上它的眼睛。你看它的眼睛，真实的眼睛它黑黑的，我们在画的时候呢，要把它的眼睛画得亮亮的呀，画的黑黑的是不行的。画这个，还是不太干净。画一个藤黄色，然后笔尖上调什么颜色呢？笔尖上可以调点花青啊，或者是呢，笔尖上啊，调点这个朱标色也行。总之笔尖上的颜色稍微重，笔肚上的颜色啊稍微浅就可以。至于是什么颜色，这个并不是那么太重要啊，并不是那么太重要。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啊，调这个啊，顺势把这些地方也可以染一染。然后调什么呢？然后调这个胭脂颜色。笔尖上调胭脂，然后呢，开始给它染这个嘴巴。染嘴巴的时候呢，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给它涂一个口红一样啊，按下去，提起来，画到哪儿呢？画到眼睛下面。颜色染到哪儿呢？染到眼睛的下面。这个地方也是，染上，染一下它，留有一个小白线啊，留有一个小白线，下边也是一样，很自然的这样去画它就行，对吧？留有一个小白边啊，不要全部染满嘛。有些同学可能说，老师我不小心全部染满了，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全部染满也没事儿啊，就是说有多种画法嘛。其实我们对比真实的这个小翠鸟，它其实是有区别的，它是有变化的。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大家在临老师作品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有也是可以有变化，也是可以有区别的。然后呢，老师给大家示范的这个就是一种方法啊，然后大家可以运用这种方法呢，去进行自我的一个创作。然后呢，画上它的腿部，腿部啊，按下去，关节位置提起来之后，这个地方又按下去，小爪子，按下去，小爪子，对不对？就可以了呀，这就是一只小翠鸟。然后呢，画完这些之后，其实目前的话呢，我们就可以
告一段落就可以结束。然后呢，其实我们还能画的再细一些，比方说这些小翠鸟身上它有一些小斑纹啊、小斑点，我们给它画一下，调一个太白色，调一个太白色，然后呢，把它身上这些白色的地方给它染一染，显得更加好看。还有什么地方呢？你像这些身上它是有小斑点的啊，给它用这个太白色点它一点，点它一点，有大点儿有小点儿，靠近这个翅膀上面的点儿偏大，靠近翅膀下边的呢点儿偏小。包括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呢？它头顶有2排小白点儿，对不对？可以点上1排，也可以呢，另一排啊点的更小一点，有这么个感觉就可以了。眼睛点睛之笔啊，点一下它的眼睛。如果说还想画的再细一些呢，你像这些小翅尖啊，可以给它再加一笔啊，这样显得这个小翠鸟就更加精神了啊。实际上呢，这一笔啊，加不加都行啊，加不加都行。让大家呢前期画的时候呢，可以不加啊，因为有时候大家加了之后呢，会容易加的太粗啊，反而不加好看。但是呢，你看老师就给大家就示范一下，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啊，可以选择这个方法，也可以呢选择不加，那就这样的。那这就是一只小翠鸟啊，我们通过观察真实的，然后呢去变化出来的这样一只小翠鸟，是不是比真实的要更加的生动一些啊？要更加的有趣一点，这个。对不对？要更加有趣，其实趣味性嘛，国画很多呢，画的非常有趣，画的是我们个人的一个思想感情啊，和真实的呢，会有一些区别，包括我们一些用笔的方法，它是圆的，我们呢画的稍微的这样不一样一点，对不对？稍微曲一点啊，稍微直一点就好看啊，那就好看了。然后呢，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小翠鸟嘛，我们都可以按这种方法去推啊，都可以按这种方法去练。比方说这个是朝这个方向的啊，那我们朝这个方向的，我们可不可以再画一只呢？你像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老师再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这个是先从脑袋开始推着画的。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画呢？之前咱也讲过，对不对？先从背部开始画啊，这些。大家都有注意到这些细节吗？从背部开始画，先调一个淡墨色啊，先调一个淡墨。从哪儿开始画呢？从它背部开始画。背部开始画怎么画呢？先用淡墨，对不对？你像这些地方，我们是用淡墨扫的。这个背部啊，我们也是先用淡墨这样扫一下它啊，扫一下它，扫出它的这个背部的一个形状、一个形态就可以了。扫出来之后啊。可以先不要动它啊，可以先不要动它。可能有些同学会说，老师，我这个我用哪种方法呀？这个呀，大家自己去选择，包括老师自己呢也是有时候用这种，有时候用这种，怎么去选择这个啊？和大家说一下，哪个在前面，我们就先画哪儿。你像这个背部，我们看到背部在前面，我就先画背部。这个小翠鸟呢，它这个翅膀这儿也是比较靠前的，但是它和头部没有一个前后关系，我就从头部推着往后画，画到这儿之后，大家看到吗？还是先画的背部，然后再画的这个腹部，对不对？这个也是一样，先画前面的，再画后面的，先画前面的，再画后面的。画好这个背部之后，我们接着往下画呀，我们接着往下走，对不对？接着往下走，走到哪儿呢？走到这儿，这个位置是什么呢？这个位置是它的一个嘴巴啊，背部后面、背部上面这个地方是它的嘴巴。这个地方用笔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个是按下去提起来，这个地方呢是提起来再按下去，提起来，对吧？慢慢的按下去，这个地方是粗的，这个地方是细的，点上2个小点儿，好像小胡子一样，提起来，按下去，小鼻孔。提起来，按下去，对不对？它是这样的啊，它是和这个正好相反，用笔的感觉正好相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它这个小翠鸟，长得眼睛特别小，有这个感觉吗？是不是挺小的这个眼睛？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可以画的大一点啊，可以给它画的大一点，生动一点，形象一点。
这就是在真实的自然界当中让它产生变化了呀。还是上面这个偏直，下面这些呢是曲线。比方说这个小翠鸟，我们眼睛朝哪儿看呢？眼睛可以朝前，也可以朝上方去看，朝着这个小翠鸟去看呢，朝着它去看呢，对不对？这样就显得非常有趣啊，非常生动，拟人化。它其实我们仔细看这个眼睛，它是黑黑的，它没有朝向感，它没有朝向感的，它都是黑黑的，都是黑黑的。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产生拟人化的这种感受啊，产生变化。这个地方画上它的小头顶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小头顶，好大好大一坨啊，好高的这个头发呀。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怎么把它画得更加精神一些呢？可以刻意的减少啊，可以刻意的给它去薄啊，这头发给它去薄一点，这样去画它。大家再来看一下。对吧？那这样画完之后呢，它这个小翠鸟和这个就有了一定的区别啊，尤其是眼睛这块，眼睛加大了，对吧？头皮，给它头发给它去薄了一点，它就显得更加的有趣，更加生动了。这个呢，显得稍微笨笨的，比较可爱的。然后我们画的这个呢，就更加精神了，对不对？就产生了区别，产生了变化，这就是艺术的加工手法啊，这就是艺术的加工手法。然后有些同学可能会说，老师，我就喜欢笨笨的，怎么办呢？我就喜欢那种笨笨的感觉，怎么画呢？那个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呢，反方向去用啊，反向思维去用。然后呢，就是说把眼睛画的小一点，头发呢蓬松一点，头顶画的再宽一点，比这个可以再加宽一点。它画出来之后啊，就是那种笨笨的感觉啊。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接着往下画，画什么呢？画它的翅尖啊，画它的翅尖。它是有很多个翅尖的呀。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有很多翅尖的，一层、两层、三层、四层。我们画的时候呢，只需要画2层就行。给大家简化了，对不对？偷懒，简化一点，只需要画2层就行。一笔短一点的，一笔长一点的，然后越来越短，越来越短，顺势给它画出来。这边也是一样啊，一笔短一点的，长一点的，越来越短啊，越来越短。然后呢，第2层怎么画呢？第2层就顺势最长的、短的啊，最长的、短的就行啊。和第1层正好相反，第1层是这个地方最长，第2层呢是最外边最长，这个最短。我们来观察一下自然其实都是有规律性的啊。我们来观察一下自然，是不是也是最外边这个最长，对不对？最外边这个最长，然后中间这个呢其实非常短。这个的话呢就是短的、长的，然后越来越短，有这个感觉吗？越来越短，短到这儿之后就非常短了。它其实是2层，但是我们画的时候呢是给它归纳了，这个地方短长，慢慢的变短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呢是短长，它是有规律性的有规律性的。这个时候呢，它的小尾巴小尾巴它朝这边还翘着一点，也是呢可以顺势给它往这边翘一点小尾巴，对不对？显得就更加生动，显得就更加生动一些。再往后画的话呢，再往下面我们怎么画呢？继续调这个朱标色调点曙红色笔尖上，然后画它的这个小肚子。它小肚子露出来很少嘛，基本上没怎么露出小肚子来，对不对？简单这样露着一点点儿，画上它的这个地方腿部的位置，腿部的绒毛，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我们就把这一只小翠鸟就画出来了。再往后画呢，怎么画呢？调一个赭石色，加点墨，把它这个小脑袋给它染一染，画上一遍。大家不要觉得这一遍很无用，往往无用的东西呢，无用的这个地方往往是最终决定你的画面厚不厚重、生不生动的地方。点它一下，蹭它一下，是吧？蹭它一下，
用笔可以适当干一点。然后呢，最后啊，我们开始用这个调点3绿色啊，调点3绿色，再复染它一下，再复染它一下，还是从头往后面去染。这个颜色可以调的稍微浓一些啊，这个颜色就可以调的稍微浓一些了。哎，调的稍微浓一点。说是能覆盖住这个褶墨，实际上呢没覆盖全，对不对？刻意留了一些啊，刻意留了一些。有些地方我就是让它留着一些折墨色，哎，它显得就非常厚重啊，它显得就有变化呀。如果说全部都盖上了，反而这个画面就没有意义了啊，就没有意思了，就太清楚了嘛。再往后我们怎么画呢？画上的眼睛啊，藤黄加上一点什么呢？加上一点朱标色，藤黄加上一点朱标色，画上它的眼睛啊，画上它的眼睛。再往后怎么画呢？画上它的这个，哎，比方说我们先画太白也行，点上它眼睛，点上它这些，对吧？小白点儿、小斑纹。你看它头顶其实是有好多小白点儿的，对不对？我们一般情况下呢，点2排就行啊，点2排就够。背部的话呢，它这个没有，有时候呢，我们也不点也可以啊，不是说必须要点，点上一些，它就显得更精神一点嘛，显得更精神一些。大大小小的点上一点，对不对？就可以了。哎，你像这些翅尖，你说老师我还想点，怎么办呢？哎，想点就点。哎，你像这个翅尖就画的比较小嘛，可点可不点，这些地方都是根据大家的一个喜好啊，想点就点，不想点啊，你说我不点也没事儿。像这个对不对？中间这个小白短线，中间这条小线，你说我不画行吗？没有问题的，没有关系的啊。最后调点这个胭脂颜色，笔尖调胭脂，画上它的嘴巴。按下去，提起来，哎，给它画一个红红的嘴唇啊，给它画一个红红的嘴唇，哎，画一下，再画哪儿呢？再画上它的小爪子，小爪子被挡住了，看不到了，只能看到这么露出来这么两小个，哎，对吧？就可以了啊！大家不要觉得现在很黑乎乎的，干了之后它就亮了。啊，你像这个已经干了，对不对？干了之后它就亮了，它就红了。这个是湿的时候它是重的，干了之后它就红了，它就红了，它就亮了。这个是这样一只小翠鸟，对不对？这样一只小翠鸟。那实际上呢，我们画小翠鸟，它是有各种各样姿势的，各种各样动态的。那么我们不对照着图片，我们能不能画呢？对吧？我们不对照着图片了啊，我们全凭想象去画，可不可以呢？当然是可以的啊。我们来教大家，就是凭想象力去画。刚开始我们对照这些，对吧？对照着老师的作品去临，然后呢过渡到写生，然后慢慢的过渡到什么呢？过渡到创作。创作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我们掌握的那些方法，掌握的那些规律，然后呢再结合我们脑海当中这些小鸟的动态，然后进行创作。那比方说这2个是这样的动态，我想象一下，我想象一下，想象一只朝前看的一只小翠鸟啊，想象一只朝前看的小翠鸟。朝前看的小翠鸟怎么画呢？还记得吗？先画前边，对不对？先画前边。你看这个是前边是背部啊，我们就先用淡墨干擦出它的背部。然后如果说我们画一只什么样的呢？画一只这个肚子朝前面的肚子朝前面的怎么画呢？肚子朝前面的，我们先画肚子，先画它的小肚皮，然后再画它的小翅膀。怎么画呢？比方说这个，2笔画出它的一个小肚皮2、3笔画出它的一个小肚皮。然后呢，画好这个小肚皮之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小肚皮其实就是一个小鸡蛋的形状有这个感觉吗？它就是一个类似小鸡蛋的形状然后画好小肚皮之后，我们接着画什么呢？接着画它比较重要的位置眼睛、嘴巴眼睛、嘴巴，这个是朝下看的，这个我们可不可以画一只朝上看的小翠鸟呢？当然可以注意用笔的时候是按下去，提起来，
啊，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啊，这是它的嘴巴。然后呢，眼睛怎么画呢？稍微直一点的线条，稍微曲一点的，有方有圆。点上它的眼睛，眼睛周围，小眼睫毛一样的感觉。然后再往上，再往后画，怎么画呢？画上它的小头顶，给它长上头发，给它长上头发。长上头发之后呢，这个地方连接上小脖子，通过小脖子的连接，连接上小脖子，头部、翅膀，翅膀画好之后呢，这个地方是翅尖，翅尖画好之后呢，这个地方还有尾巴啊，还有尾巴，就顺势我们一通啊，一通就把它全部都画下来了，一气呵成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再调浓墨。画上它的小翅尖，这个小翅尖怎么画呢？这个小翅尖啊，就不要再画2层了，就画1层就够了。最长的一个啊，最长的，慢慢变短，慢慢变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非常简洁，对不对？这个地方呢，再画上一个重颜色的，这个是里面的小尾巴，这个是外边的小尾巴啊。然后呢，接着怎么画呢？调一个什么颜色？调一个赭石色啊，调一个赭石颜色，画一下它的这个这些地方啊，小头顶、小翅膀，给它找一下啊，给它找一下，找一下变化，包括这些地方也可以复染一下，也可以复染一下。复染完之后呢，调这个3绿色啊，调这个3绿颜色。3绿色呢，再复染它一下，对不对？再复染它一下，再复染它一下，这个地方也简单走一走，带一带。接着怎么画呢？接着就是嘴巴、眼睛的位置啊，嘴巴、眼睛的颜色，嘴巴、眼睛我们怎么画呢？可以调一个藤黄色。笔尖上可以调点这个朱标，也能调花青，也能调3绿，想调什么颜色就可以调什么颜色。点一点，点出它来，点一下，然后呢，笔尖上调点太白色，点睛之笔嘛，点出来，头顶这些小白色的小斑点，给它加一加，翅膀上的这些，给它点一点，对不对？然后还有呢，顺势啊，我们调一个涮干净，对不对？调一个胭脂颜色，给它染上它的小口红，染上它的小口红，染上它的小口红。还有什么呢？通过这个胭脂可以调点墨，然后啊，画上它的小爪子，画上它的小鸟爪。画上它的小爪子，那这样一只小翠鸟是不是就画好了呀？实际上我们，对着景去研究，对着景去写生的时候，实际上这种状态是比较慢的，有感觉吗？你像我们这一只可能就讲了，就十来分钟，实际上我们真正在运用、真正在画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太慢，根据我们想象去画的时候，反而变得更快了，有这个感觉吗？研究的时候、学习的时候要认真去学，自己画的时候。自己创作的时候，反而呢要大胆去画大胆去画。当你把这些结构这些都练好了，然后呢，真正创作的时候，放开自己，大胆去画并且呢，也有多种的不同的绘画不同的绘画感受都可以。比方说这个是朝这面看的，我们还能画一只什么样的要不要画一只飞着的呢？我们可以画一只飞着的呀。来给大家画一下。飞着的小翠鸟怎么画呢？调一个这个墨色，调一个墨色，画一只飞着的，起飞的，怎么画呢？有多种画法
啊，比方说我们先从它的背部开始画，这个老师就创作的时候呢，大家注意看一下，放松自己，放松自己，根据我们之前讲的那些结构啊、动态啊，放松自己。用笔的话呢，大胆随意，大胆随意啊，靠感觉。大家我们学画画，不要把自己感觉丢掉啊，不要把自己感觉磨没。好多同学呢，你像学的不正规的话，慢慢会把自己的感受磨没啊，把自己的审美给丢掉了，那个是得不偿失。我们在学的时候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审美体系啊，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一个绘画的一个系统。这个就是有感受吗？大家可能感受不足啊，大家画的少，可能感受不足。实际上呢，老师脑海当中已经非常清晰的呈现出了这只小翠鸟的一个动态，头部，翅膀，飞起来的，眼睛，这个就是老师创作的一个状态啊，创作的一个状态。提按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画的，都是很自然在画的。简单的刻画一下，它连接一下。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往后面连接啊，这个是它的小脖子处，小脖子地方的羽毛，对不对？小脖子地方羽毛。再往后画翅尖的位置，再往后画是翅尖的位置。翅尖位置呢，短的、长的，越来越短啊，越来越短。这个地方也是短的、长的，然后呢，它是反转过去的啊，它是反转过去的，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这个是它的翅膀，这个是它的翅膀，从后面这样，反转过去的，你说我们可不可以画2层呢？你像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对不对？画2层，画2层也是可以的啊，画1层也是可以的。如果说大家想偷懒，你就画1层啊。创作的时候嘛，我们想画多少，想画的再细一点，你就画2层；想画的就是说更洒脱一点，我们就画1层也行。然后呢，调朱标色啊，笔尖上调曙红色。按下去，提起来，摁下去，提起来，然后它的尾巴也顺势呢给它加一加，尾巴也顺势给它加一加，加好之后呢，接着怎么画呢？比方说像这些地方我想画的再细一点，可以加上一些小干擦的笔触啊，加上一些干擦的笔触，加不加都可以。这些地方也是一样，想加就加，不想加呀，大家可以不加的。画画是非常灵活的，大家不要学的非常死板啊，一定不要学的非常死板。再往后画，这个是吧？调个什么颜色？赭墨色、赭石色也行，赭石色打个底儿。这些翅尖也能给它稍微的带一带，稍微给它带一带啊。然后像这些地方也是，画一画。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地方，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翅尖显得非常多了？实际上老师并没有去重复那个翅尖，而是说呢，在翅尖的周围很随意的去画的。有些地方重叠了，有些地方是重影的感觉，就要的就是这个感觉，非常自然的一个感受啊，管它画成什么样子啊。我们这个创作嘛，主要跟随我们内心的一个感受，主要跟随我们内心的一个感受，因为这个是创作。我们结构形态画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创作的时候呢，根据我们内心的一个情感、内心的一个感受，对自然的一个感受，对翠鸟的一个感受，很自然去画它就行。然后呢，对吧？这个就差不多了呀，就已经快完成了。比方说也可以再调一调，这个地方我加上一点绿，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调一个藤黄色，
再调一个主标色吧。很轻松的画出眼睛，然后呢点上太白啊，都不用涮笔了。这个太白点其实留的非常好，点不点都行。点上它的这个，头顶的这个这个就是创作的一个状态啊，点的非常随意，大小的这种变化非常错落。有些地方加一加，有些地方也能不加。然后呢，再画上这个胭脂颜色，点上它的小口红，加一个小口红，然后呢，点上它的这个小爪子点上它的小爪子，笔尖上来点太白，给它这个爪子增添点颜色，让它画的更加细致一些，对吧？那这样的话，这只小翠鸟我们就画好了呀，非常快，对不对？实际上创作起来呢是非常快的创作起来是非常快的。包括各个动态，那么大家呢就是根据老师讲的这些可以对着图片去写生去分析，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就说脱离图片脱离所有的图片，脱离老师上课讲的，脱离这个真实的小翠鸟，然后呢，大家呀尝试着呢去自行去创作一下就是说我全凭我自己想象我要把这个小鸟画得非常好看，可以和真实的有区别，但是呢，我要把它画得好看，它可以尝试进行创作这个创作的内容呢，大家当然不急于求成并不要着急说，哎呀，我学了这节课之后，我必须要去创作吗？不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先练先练，练的多了，这种方法运用的多了，运用的自然了，然后呢当你再去脑海当中看的多了，对不对？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创作出属于你自己的那些小翠鸟了。然后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吧。然后像这些翠鸟的颜色，我们这节课主要以绿色为主，对不对？上节课我们蓝色的，这节课绿色的，蓝绿都可以混用上节课你说我想把那个构图画成绿色的可以吗？当然可以。这个小翠鸟我把它画成蓝色的可以吗？当然也没问题。这个我们是用的3绿色画成蓝色怎么画呢？用这个头青用这个3青，都可以。好，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就讲到这里。